3号开始，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一连访华3天。4号，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外交部长王毅共同出席中意政府委员会第11次联席会议，并举行会谈，还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见。意大利政府换届以来，外界不断炒作该国或将不续签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。塔亚尼在北京表示，意方期待同中方一道，持续深化经贸、投资等各领域合作，推动意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。4号，中意政府委员会第11次联席会议在北京举行。当天，两国外长还举行了会谈，双方充分肯定中意政府委员会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，要求中意委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，推动中意友好合作实现更大发展。王毅说，近年来，在两国各界共同努力下，中意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，走在中欧关系前列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硕果累累。王毅还说，中意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，双方合作优势互补，实现互利共赢。面对地缘政治等挑战和干扰，中意应坚持互尊互信、开放合作、平等对话的正确相处之道。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，双方合作大于分歧，共同利益超过彼此差异。塔亚尼表示，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，一方期待同中方一道，持续深化经贸投资、科技创新、气变环保、人文旅游等各领域合作，推动意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。塔亚尼还表示，一方高度重视发展长期稳定的意中关系，一方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政策，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，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。尽管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定，但意中关系不会受其影响，一方愿为欧中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。当天早些时候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塔亚尼举行会见。王文涛表示，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，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将为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。中意两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发展潜力巨大，中方将进一步发挥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等机制作用，为包括一企在内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好服务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。塔亚尼表示，中国是意大利重要经贸伙伴，意政府对深化对华经贸合作持积极态度，希望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，促进平衡发展。欢迎中国企业赴意投资，愿与中方就优化外资环境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。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，中意高层这次接触为强化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更充实的政治基础。室内卫视注意到，塔亚尼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，中国有超过1600家意大利企业，两国贸易往来不断增长。中国是我们在亚洲的首要合作伙伴，我们希望进一步增加出口，令两国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更能发挥作用。塔亚尼还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他这次在北京参观利玛窦墓的内容。他写道，我参观了纪念传教士和文学家利玛窦神父的石碑，向这位伟大的意大利人致敬。他在中国旅行期间拉近了我们两国人民和文化之间的距离。1582年，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，并在华生活30年。他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，并将孔子和四书等中国经典介绍给欧洲。1610年逝世后葬于北京。塔亚尼通过这样的安排，也是向外界表明，中意、中西文明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在西方在意大利得到了广泛的认可，并且他也愿意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。塔亚尼这次来访还特意提出，愿意为推动中欧关系做出积极的贡献。当前中欧关系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复苏，中欧领导人将在今年秋季举行领导人会晤。我想，随着塔亚尼这次来访，在意大利的推动之下，中欧关系也将进一步转暖。2019年，意大利加入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倡议，是唯一加入这一倡议的7国集团成员。然而，自去年该国政府换届后，有消息称一方或不会续约，相关协议将于2024年3月到期。若未提前3个月提出异议，将自动续约5年。美西方舆论不断炒作此事，还有消息称，梅洛宁政府可能在今年年底做出决定。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访华前，在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，无论最终决定为何，意大利都希望继续同中国展开合作。The Italian message is very clear. We want to work with China.
We want to be present in the Chinese market. We are ready for Chinese investment. 外界注意到，塔亚尼当时还表示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没有给意大利带去我们希望的结果。访华前夕，塔亚尼接受意大利米兰财经周刊访问时强调，访华的目的是希望中国了解我们的理由和需求，我们也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景是什么。按照一方统计，2022年该国对华出口总额为165亿欧元。据此，塔亚尼认为这一数值低于法国的230亿欧元和德国的1070亿欧元，而后两国并未参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。观察指出，中意双边贸易总额低于七国集团其他国家，实际上与该国是七国集团 GDP 总量最小的国家有关。更多数据也显示，自“一带一路”合作谅解备忘录签订以来，中意经贸关系发展迅速。过去4年间，中意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。2019年至2022年逆势增长近42%，去年高达近780亿美元。2019年至2021年，意对华出口增长42%，今年前5个月，意对华出口更是大幅增长58%。实际上，意大利对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出现摇摆，有更复杂的因素。2019年，当时的意大利孔特政府决定签署相关协议时，遭到了美国舆论的猛烈抨击。《纽约时报》还给意大利贴上“特洛伊木马”的标签。在去年意大利政府换届后，美国加强对意大利的施压。今年7月，意大利新任总理梅洛尼访美之前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就公开喊话意大利，宣称意大利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缺乏回报，并表示：“我们创造了一个替代方案。”这一新方案就是跨大西洋5国商议机制。8月25号，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意大利纳入这一机制，其他成员还包括美国、英国、法国和德国。分析指出，所谓跨大西洋5国商议机制，实际上是排除了日本和加拿大的7国集团盟中盟，是美国为了强化对欧洲国家施加影响而成立的特别机制。意大利商界普遍希望该国政府续约“一带一路”合作倡议。该国舆论分析认为，假如一方因为美国的拉拢而不续约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将得不偿失。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意味浓厚的选边站队行为，毫无疑问将损害意大利的对华关系。Really can't afford to give up on what's the world's second largest consumer market.What's potentially a huge source of investment, even though maybe the volume of investment hasn't lived up to expectations yet. It's pure self-harm on Italy's behalf to give up on that. 深圳卫视注意到，2019年意大利加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时，该国债台高筑，经济下行压力大，而意大利在欧盟内部也并未找到合适的发展机会，因此将目光向东看。如今，梅洛尼政府也面临着执政困境，能源危机、债务高企、通胀持续等交互作用，使得经济增长乏力，劳动力市场不景气。观察认为，退出“一带一路”的决定可能将给意大利经济带去更长远的压力。事实上，欧洲内部不断开始检讨对华脱钩以及去风险可能带去的反噬效应。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《西方去风险战略必将失败》的文章，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、制造业第1大国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，已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，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外界也不断认识到，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，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，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。我想，塔亚尼通过这次访华，也是对外界表明，意大利坚定务实推进对华合作的决心并没有改变。尽管受到外界的国际政治形势变化的干扰，中意关系可能出现一定的波折。但我想，未来中意关系中国和意大利双方继续坚持务实推进双边经贸、文化、政治领域的各方面合作，应当还是大势所趋，不会改变的。